毛主席逝世了46年，遗体为何还是栩栩如生，看起来只是睡着了一般。时隔多年，当年参与遗体保存工作的韩伯平道出了真相，除了药物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内幕。1976年9月9日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凌晨去世，举国悲痛，无数人痛哭不止。这时的党中央非常的忙碌，因为毛主席生前没有留下过遗言，对于自己的后事如何处理，所以华老等领导人便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，商议决策。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过，但是曾经的毛主席提议过应该进行火葬，不进陵墓。一向爱吃鱼的毛主席曾经跟自己身边人开玩笑地说过，自己非常爱吃鱼，一辈子吃了那么多鱼，到时候就将自己的骨灰撒到河里给鱼吃吧，然后去为人民服务。不仅说的洒脱，毛主席还是第一个在火葬倡议书上签下字的领导，所以在场的一部分人都倡议实行火葬，另一部分人却认为，作为伟大的开国领袖，应该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，遗体永久保存，让后世子孙都能学习到他的精神。在激烈的争论之后，华老拍板决定尊重群众的意见，将主席的遗体永久的保存。在毛主席去世2个小时之后，遗体保护方面的专家徐静、刘湘平就前往了毛主席的住所202来参与遗体保护的工程当中。一开始，两人并不知道具体事情，直到见到满面悲伤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之后，两人才知道毛主席已经去世，来不及难过。听到要将遗体保护的事情交给自己，两人都格外的紧张，因为华老不仅要求毛主席的遗体不腐烂，而且要栩栩如生，能够让后人瞻仰。这样的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。但是临危受命，两人便立马调整心态，认真的思考可能性。徐静、陈克全、张炳常3人立马赶往毛主席的住所测量数据和遗体保护。3人根据自己长久的经验，很快就制定了方案，准备将毛主席的住所改成手术室。跟领导汇报之后，3人便开始动手注射防腐液。因为注射防腐液之后，遗体很快就会肿胀。虽然经验告诉他们肿胀24小时之内就会消退，但是3人还是不敢掉以轻心，24小时守在毛主席身边，时刻记录变化。防腐工作准备完毕，理发师和制作中山装的师傅来给毛主席做最后的工作。防腐只是第一步工作，长期保存和如何保存才是更大的难题。这时的韩伯平也接到了紧急的任务，为了能够让告别仪式顺利进行，他要负责打造一个玻璃棺，能够隔绝外界对遗体的影响。这项任务艰苦、坚决又繁重，韩伯平没有任何的退缩，迎难而上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究竟能否打造出来合适的玻璃棺？毛主席逝世了46年，遗体为何还是栩栩如生，看起来只是睡着了一般。时隔多年，当年参与遗体保存工作的韩伯平道出了真相，除了药物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内幕。距离告别会只有1天了，接到任务的韩伯平没有一刻停歇。在了解到苏联曾经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还没使用的时候，韩伯平立马赶到了碧云寺。但是见到水晶棺的他大失所望，因为时间久远，水晶棺已经不能使用了。没办法，韩伯平只能紧急打造一个玻璃棺，临时使用。因为当时最长的玻璃板只有1.6米，2.2米的根本没有。在跟北京玻璃厂厂长商量之后，便由北京玻璃厂接下了这个任务，全体职工彻夜不休，加班加点的想要研究出合格的玻璃棺。经过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拼接出了一块2.2米的长板，投入使用。虽然遗体基础的防腐工作已经做好，但是在告别会之前，依旧将玻璃棺内充满了惰性气体。在告别会的时候，为了更适合遗体的保存，告别厅内的气温一直保持到15度左右。为了能够随时掌握到遗体的情况，徐静等几位专家一直在旁边守护。就是这样周全的准备，在告别的时候还是出了意外。因为现场告别的群众都非常激动，围在周围不愿意散开。前来送别的群众连绵不绝，人体散发的温度破坏了现场设定的温度，再加上旁边现场演奏的乐团乐器持续升温，2种因素加在一起，对遗体的影响非常的大。在一旁的徐静非常的着急，时刻观察的他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遗体上的变化，马上就汇报给了华老。因为不能拒绝群众的调研，不然恐怕引起恐慌，所以就将现场演奏的乐团撤走，除了玻璃棺附近的灯光尽量减少开放。这样的措施让现场的温度降到了合适的温度。但是韩伯平和徐静等人不敢再离开现场片刻，生怕再有任何的问题。现场的气氛非常悲伤，数以万计的群众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吊唁毛主席，到处都充满了啜泣声。虽然非常难过，但是中央的领导们还是一刻不能停歇，开始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问题。经过领导团的决策，工人们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建设起了毛主席纪念馆。同样，韩伯平接到了命令，要在纪念堂建设完成之前打造出来水晶棺。
这样的要求在当时的国内来说是非常艰巨的。国内不仅没有会建设的人才，连设备都没有。世界上投入使用的水晶棺也只有2座。为了圆满完成任务，韩伯平跟北京玻璃厂厂长肖央、国家建筑材料局齐俊成立了专案小组，几个人在一起研究的越来越深入，便更觉得问题艰难。这样高难度的任务究竟能否完成，又会经历怎样的磨难？毛主席逝世了46年，遗体为何保存得栩栩如生？看起来只是睡着了一般。遗体保存任务困难重重，技术被国外封锁，我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牺牲才完成？多年以后，工作人员韩伯平才说出其中内幕，震惊世人。为了更好地保存尸体，所以在追悼会结束以后，毛主席的遗体就被移送到了769密室，内里温度适宜，有专门人把守。而且为了更好地保存遗体，多位遗体保护专家根据马王堆千年不腐女尸的经历，研制出了一种特殊药液。就这样，毛主席的遗体有了暂时存放的地点。关于水晶棺建设也在紧张的进行中。首先就是水晶棺的造型，全国各地纷纷献上自己的设计稿，在几番对比之后，最后确定了现在大家所见到的梯形棺。不仅工艺问题难度非常高，水晶棺的原材料也非常棘手，国内产量不多，优质水晶数量较少，所以国家地质总局便开始全国各地筛选水晶，耗时良久，最终在江苏省东海县找到了合适的水晶矿。之后就是工艺问题了，因为技术封锁，国内的设备根本无法打造出长达2米的水晶。不死心的韩伯平最终在北京那个第1机床厂找到了一台进口设备，才能够成功加工原材料。水晶棺的要求非常的高，不仅要求密度高，而且纯度要求高，灯光反射也要免除。最难得的是，因为毛主席的遗体在液体中浸泡的原因，所以面容上稍显难看。领导组要求水晶棺最后能够改善一下主席的面色。许许多多的要求加在一起，难度非常高，但是大家没有放弃，不断的实验关闭的倾斜角度，还在侧壁加上了一层增透膜，让瞻仰的群众能够清晰的看到主席的尊容。为了能够让毛主席的面容更加好看，在水晶棺内还加入了光学美容技术，改善人物气色，让主席看起来栩栩如生，仿佛睡着了一般。水晶棺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艰难，最难的就是将制作水晶板拼合在一起。因为水晶棺的熔点超过2000度，所以工人不仅要穿上专业的防护服，还要将双脚泡在水中，身后还得有人不停地往身上浇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水晶棺的纯度尤其的高，高达99.9999%，至今无人超越。在1年的时间内，整整使用了52吨的1级熔炼水晶，才大功告成，各方面达标。就这样，耗费了无数人心血的水晶棺终于打造完成，被送往了毛主席纪念堂，等待领导检验。在经过调试之后，毛主席的遗体成功的被放到了水晶棺内，湿度、温度、压力都做到了最优秀的标准。通过明亮的水晶棺，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身上盖着神圣的党旗，面色红润，面容清晰，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。时至今日，依然有无数的人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参观，去纪念这位伟大的领袖，学习他的精神。